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我们要来针对这一颗无机介质种植的文心兰 Cherry Baby Oncidium Cherry Baby， 或者是称作巧克力文心兰，来做换盆的动作。那这一颗兰花其实在我频道里面介绍过几次，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呢，我特别有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基本上呢，就是它之前3次的开花呢，随着季节从秋天转到冬天，它时间就是说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它下面裙摆的颜色，花朵的颜色越来越深；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它的颜色越深越饱和。好，那这个呢，就是当时9月2018年的时候的开花，算是我这次要跟你们再重新分享的第一次开花的一个周期。那接下来呢是2018年的11月，2个月过后，当时呢天气又更冷一些了，所以它呢的颜色的裙摆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比之前还要再多一些红色的部分？这颗兰花当时买的时候呢，因为它完全开完花了，在这个特价的架子上面只花了$5就买到。那所以呢，之前的9月开花是我买回来重新种的第一次重新开花。那现在呢是2019年的1月，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裙摆的部分，兰花的最下面的部分呢，几乎全部都是红色，而且呢，它的颜色也更深邃饱和，它花瓣的部分。好，所以比起之前第一批2018年9月跟2018年11月呢，这个2019年年初所开的花颜色是饱和许多。当然有的人呢可能会说可能是因为养分不过呢因为我养分上面没有做太多的调整所以呢我觉得是温度上面的差异。另外呢在我其他的兰花里面呢也有类似的这个状况，就是当天气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颜色呈现出来的会是相对比较饱和的，比较深的。那我之所以会想要对这颗兰花进行换盆呢，完全是基于我看它已经几乎没有地方能够长了，它的一些侧芽长出来的一些小侧芽呢，其实基本上已经被挤到就是几乎没有空间，所以完全不是根系出现问题，而是因为这个16盎司这个星巴克中杯的杯子呢，其实已经没有地方让其他新的侧芽来生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呢，因为16盎司的杯子介质半水跟下面的这个水量其实对这颗兰花来说不太够这颗兰花呢是属于比较渴的一种兰花，所以呢我决定把它换到比较大的杯子左边的这个杯子原因就是希望它能够呢有更多的这个水分跟水汽在容器里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比较不需要常常的去浇它。那这个呢是我取出来当时它的一个样子，其实呢因为它根系比较细，那它其实也种了一段时间，所以它根系长得算是挺不错，所以把很多的这个我的 hydrocorn 就是发泡炼石类的这种无机介质呢，其实抓得蛮好的，只有底部的几颗其他都是被根系抓住了。那在我帮它取出盆之前呢，其实我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内外杯交叠的时候呢，我把水加到尽量高到 90-95%， 几乎满，然后让它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呢把水倒掉之后，我呢其实有稍微的用手呢把杯子稍微捏一捏，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移动主要是要让这些粘在杯内的根系呢能够稍微的松动一点，这样我在取出整个兰花的时候呢比较容易。那这边呢这张图片呢就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了。第一个，因为它不是根系出现问题，所以呢
我就没有对它进行消毒，比如说喷双氧水啊，3%的双氧水或50%的酒精，我就没有这样做，因为其实我看不到这颗兰花有这样的需要。再来，因为我知道我还是要用无机的介质，像这种同样材料的 hydrocorn 这种发泡炼石类的东西来种，所以呢，其实我就把原先杯内里面还有的一些残留的水啊，就是我泡这颗兰花要取出来之前泡的那个水，剩下来的一点点，还有它杯底没有被根系抓住的这些小石头，我就一并把它倒进新的杯子、新的容器里面的底部。那将兰花放进去之后呢，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周围其实是有一些空隙的。那我就是要很有耐心的拿新的介质，然后慢慢的呢把它填补进去，绕着兰花的周围慢慢的把它塞进去。那其实我通常会拿一根不锈钢的筷子，然后呢轻轻的把石头呢慢慢的小石粒慢慢的往下推，来填满一些你要把它填满的空间。那尽量往下塞没有关系，原因是因为这些石头与石头之间的空隙其实很多，所以呢你不用怕会塞得太满，因为它这些石头本身很硬，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有就是塞得太满太紧实而导致根系整个就是缺氧或是烂根的情况。那这边呢，其实我又用了同样大小的容器内外杯交叠，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把这颗兰花再重新泡一次水，因为刚刚新加进去的那些介质在周围的新的小颗粒，这些是很干的颗粒，所以呢，我要让它全部泡湿，所以这就是我当时需要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换盆的时候呢，我会先等一段时间再加水。那这颗兰花呢，因为在没有根系有问题或是没有病虫害的情况之下，特别是我完全也没有消毒，其实呢只是说把它从一个比较小的容器换到比较大一点的容器，再加上一些新的介质补充填充物，这样填进去而已。所以呢，其实当时我一弄完，我就是内外杯交叠把它叠在一起，我就重新再泡一次水。那这个水一样我用的是逆渗透的水来泡，然后就泡个，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放了2个多小时吧，然后我就去做其他事情。那当初这一颗其实买回来呢，就是想说它只要有开一次花我就够本了，因为毕竟才花5块钱美金嘛，因为它当时已经开完花了。那买回来之后呢，种，还给我开了3次花，所以算是完全回本。不过呢我觉得这颗兰花需要挪到更有阳光的地方。那这颗兰花呢，今年我也会针对它再多施一点肥，所以希望它呢能够在今年呢再度来花。那这边的影片呢，就是刚刚片头就是以防说你前面没有看清楚，然后我就是重新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它这个时间点从2018年的9月到11月到2019年1月，它的一个开花颜色不同的一个呈现。那这边呢也稍微回答一下几个兰友对于文心兰的问题他们说有时候球茎它本身看起来就已经皱巴巴的怎么办？其实像这颗兰花来说，它有的球茎其实是很老的球茎，但还是健康。它有的其实它就是自然而然因为老化它就会变得比较皱，不会像比较年轻的球茎那么的饱满。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真的给水给的不够那有些文心兰呢，我的经验是你泡水泡多一点，给它多一点水，它的确会慢慢的膨胀起来饱满起来，但是也不会恢复到原来很年轻很强壮的那种圆形的球茎。因为有些它皱了它就不会再饱满起来，那有一些会，所以不一定。不过呢都不需要太去担心。那如果是颜色上你觉得它偏黄不好看如果是真的很老的球茎鳞茎啦，你其实可以在换盆的时候斟酌的修剪掉但是如果它还没有真的让你非常难过的话呢，其实保留下来是对兰花没有损害的，因为它毕竟也是一种能量储存备用的一种概念。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
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